此刻，这只白色暴君想用利齿偷袭训犬师，但他却被男人强力提起，在空中跳起了华尔兹。训犬师的强大把他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直视。谁能想到之前他还是一只无法无天的恶犬呢？他的力气会向每个靠近他的陌生人展示，甚至无人在家时，整栋大楼都能听见他的惨叫。不过，当将训犬师出现后，他却变成了乖乖仔。这份奇迹也让一家人拍手称奇。德久在2个月大时就被丈夫领养了回来，当时妻子还威胁说，如果养他自己就离家出走。但最终他还是没逃过真香定律，毛茸茸的狗子变成了俘获人心的天使。他从没想过每天还能和一只狗玩得不亦乐乎，甚至儿子都比不上他在母亲心中的地位。要说德久在家里最爱的肯定是女主人，只要他在家，那其他人都要靠边站。父亲也不禁心里喊一句，真是个白眼狼。虽然这只跟屁虫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但只要有陌生人到访，它就会魔腾降世，尖锐刺耳的叫声会瞬间穿透客人的耳膜，他们不禁会有种被猛兽盯上的感觉。家里寂静凝滞的空气让母亲束手无策，最后只能以儿子带着朋友退场而落幕。当节目组登场拍摄时，也感受到脊背发凉，因为他那充满敌意的吼叫给大家带来了强烈的压迫。火力全开的他几乎不分敌我双方，甚至侄子都还被他直接扑倒咬伤过。那清晰的齿痕至今让母亲心有余悸。曾经有一位配送员看见他时也被骇人的气势吓到了，当他转身想跑时，却被德久追上给了狠狠一击。这无妄之灾也让众人觉得荒唐无比。其实一家人最后悔的就是没有让他学会社交，他们在德久3岁之后才知道带他出门，也许狗狗的种种问题也因此而来。出门在外，他会肆意地向路人宣泄情绪，这让母亲把道歉的话都已经说了无数遍。他说一般德久被父亲牵着时会安静些，但他在母亲跟前却完全原形毕露。为了进一步确认，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上场了，不过即便近距离靠近，他也没有半分反应。不同的是，母亲的到来却如同一针催化剂，让德久秒变凶兽，开启了进攻模式。而意外的是，拍摄期间节目组还收到了邻居的投诉。那天他们都去了亲戚家，只剩德久一只狗在家，没想到第2天就接到了物业的投诉。德久的惨叫让邻居误以为有人虐狗而报了警，谁能想到这只是他在分离焦虑下的哀嚎而已。为了让他冷静下来，一家人还给他吃过药，但看着他之后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又于心不忍，所以就没再用药物控制他的情绪。强烈的分离焦虑让他们愧对周围的邻居，无奈之下，母亲只能每天把他带到店里上班。叮叮作响的缝纫机传递出了一首安神曲，让德久所有的暴躁情绪瞬间不见了踪影。然而有客人登门时，他又会马上表演变脸，在一瞬间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警戒拉到满值。此时的德久就像被笼子关住的白色猛兽，即便客人不舒服，但母亲也没办法，因为跟叨扰邻居相比，这可能是最优选择了。他明明有家里偌大的空间可以生活，但德久却因个性而不得不困在狭窄的角落里。我想家里最伤心的莫过于母亲了吧。他很希望德久可以不再大叫，安心的待在家里，他也希望德久可以和陌生人好好相处。也许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只能由将训犬师替他实现了。听完德久一家的故事，师徒3人心里五味杂陈，因为他几乎把节目里狗狗的问题都占全了。这份5毒俱全套餐让众人都觉得很难搞。据调查，在出生后6到12个月会经常散步的狗狗，要比没有社会化的狗狗分离焦虑概率低50%，但德久却在3岁才开始学会散步，这相当于人类30岁才开始接触社会，也难怪他会出现攻击性较强的现象。而对于分离焦虑的训练，首先就要培养社会性。看来今天2名弟子又要有一场硬仗要打了。单单从狗狗相貌来看，德久就一脸凶相，即便在等待的时候，他也不忘给摄影师来的下马威。看来等待2人组的将会是严峻的考验。而在进门后，德久果不其然杀气腾腾地看向他们，那骇人的气势让在场的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前辈只能让主人给他套上牵引绳才敢进屋，然而愤怒的凶兽又怎会被一根绳子压制呢？他如雷般的咆哮，不断地在众人耳边炸开。接着前辈让父亲牵着德久在屋内走动一下，但慌张的他却仿佛要被行刑了般四处逃窜，直到母亲走到厨房，他才放心跟过去。前辈继续怀着忐忑的心情想靠近测试一下，没想到德久的背毛根根利器警戒拉到了满值。他以为母亲接过绳子，狗狗可能会安静些，但实际上身为妈宝狗的德久叫得更严重了。看来这场测试还没开始就要匆匆结束了。老 baby 赶紧头脑风暴，又让他把狗子拴到沙发腿上，他在另一边也在规划着自己的逃跑路线。当一家人彻底离开后，便是一场2人1狗的对决。前辈拿起椅子靠近，想压迫一下这只凶兽，谁知这只纸老虎只是叫了几声就胆怯了。将训称像这类狗狗社会能力很欠缺，所以他现在的第一反应才会选择逃避。此时德久因为一把椅子而夹紧了尾巴，他就像一个受惊的孩子般躲在了角落里。看来这种物理疗法也的确有几分镇定效果。接着老 baby 又出奇招，用屁股对着他不断靠近，这一下子就把德久的肺都要气炸了。将训无奈只能心里默念一句老顽童，看来还得他亲自出马才能制住这只苍白猛兽。回到演播室的2人汇报说，德久不是好惹的主，就连将训听了都觉得他也很棘手，因为看得出来他是拒绝跟陌生人沟通的，而且他和一家人生活的也很随心所欲。德久更倾向于威胁和压迫主人，从而享受偏爱。
所以一旦他们不在身边，就会切换回怯懦模式。当一家人听见敲门声时，母亲抓紧了德久的绳子，她希望能给江训留下一个初始的好印象。但事与愿违的是，他还是张牙舞爪地扑向了训犬师，就好像在质问眼前男人为什么要进门一般。他继续询问德久是否有咬主人的行为，没想到一家三口却各执一词。儿子表示虽然他会对家人咆哮，但不会咬人，而父亲迟疑后说德久会咬他，但不会用力。母亲称如果勉强他做不喜欢做的事，那德久就会用牙齿在他身上留下牙印。可见他们在爱恨交织之下，难免会有包庇之心。听了一家三口的陈述，德久也算是明白了，他要是不搞定眼前的男人，自己家庭地位要不保。所以他不断发出雷鸣般的叫声，向训犬师示威。以往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等他自己消气后就不叫了。江训说，像他这样的狗掌控欲都很强，如果遇到出乎意料的事，就会用吠叫表达不满，就连现场几人的对话都频频被他打断。他似乎完全不听从主人对自己的管束，他就像一辆失控的汽车，令人束手无策。其实跟攻击性相比，母亲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分离焦虑，因为他穿透性的哀嚎曾经都把警察引来了。虽然他现在跟着母亲去店里上班，但还是把攻击对象转移到了客人身上，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在江训看来，德久是那种很有个性的狗狗，但如果他遇到比他更强的人，就会变速。不过这种屈服背后却隐藏着一把尖刀，一旦他不顺心，又会立刻露出本色。所以6年以来，他们一直过着被支配的人生，对德久的恐惧也一直萦绕在心头。甚至如果他能安静片刻，他们都会感激万分。江训称，现在应该给他一些压迫感了，简单又直接的命令可以让他知道谁才是主人。江训说，德久身上的绳子只适合散步用，于是他便起身拿出项圈给他戴上。然而伴随着江训的讲话，德久更疯狂了。他仿佛预料到自己即将被这个男人制裁，但他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审判。江训先让儿子牵着德久站在沙发旁，他说，像他这样的狗越是觉得不安，越会把气都撒到旁边的弱者身上。如果此时在身边的是母亲，他绝对会发飙的，那恐怕又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了。当江训在房间走动，想试探一下德久时，他的嘴里发出了摩托车般的低吼声。他告诉儿子，这时要拉高绳子控制他，然后再带着他在原地转一圈，这样可以有效帮他缓解压力。如果狗狗依旧死死盯着江训的话，儿子可以马上叫他名字转移注意力，然后继续带他走几步放松身心，这样可以让他更加听话坐下。当江训再次迈着小碎步在屋内走动时，这个聒噪的暴君终于平静了许多，儿子对他的把控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。接下来就需要父亲对德久进行训练，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刚才的动作，这次即便江训靠近，他也没有抱起。看来父亲的训练可以轻松过关了。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母亲和德久的对手戏，从翘起的尾巴来看，他似乎有种解脱感。虽然母亲带着他按部就班地转了一圈，但他却完全不听母亲的话。江训只能让他左手牵绳，右手按压臀部让他坐下，之后他继续在客厅如同一名侠客般快速行走，但德久的视线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。可以说母亲就是让他视力大增的砝码，这导致他的任何话德久都充耳不闻。母亲只能通过加大拉扯力度让他转移注意力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客厅重复着刚才的训练。这只白色暴君现在看起来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。当母亲给他摘下嘴套时，训练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。大家明显感觉到德久紧张了许多，不过好在转了几圈后，他还是乖乖坐下了。看来母亲在这阶段的训练可以结束了。接下来就到了控制德久对外界的反应环节。江训在玄关处不断敲打，制造噪音，这让慵懒的德久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了。儿子要做的是带他转圈放松身心，只要德久对声音警惕，就要再次转圈。此时的他因为噪音有些异常敏感，他开始不断挣扎，似乎想摆脱绳子的束缚。或许是因为训犬师的一再挑衅，他怒不可遏，儿子只能无助地拽着绳子带他不断转圈。虽然他坐下了，但嘴中依旧骂骂咧咧。此时主人强有力的管控才是解决办法。儿子拽紧绳子，带着德久一遍又一遍地转圈，直到他能安静下来，专注于主人才可以停下。因为长久以来德久都活在自己的皇帝世界里，所以一旦训练他就会变得不耐烦。现在让他休息5分钟，再继续室外的训练。然而出门后，德久的情绪并没有改变多少，他阵阵的咆哮让江训改变了策略。德久不断挣扎，趁机向他扑咬过来，但身经百战的狗统领却没有让他得逞。这场双方的交锋还没开始，似乎就结束了。面对这个强大的男人，他也只能俯首称臣。在刚才强烈的管控后，德久开始学乖了。他十分配合地陪着母亲做着各种动作，他带着狗狗大步流星地往前走，这娴熟的动作好似训练了千百遍一般。没想到路过孩子时，他竟然忍住没有爆发。看来众人今天对他的训练卓有成效。德久在母亲手中仿佛变成了一个极其听话的孩子，只要遇到路人就带着他转圈坐下。他们没想到竟然还能看见他如此乖巧的一面。最后要对他进行的就是航空箱训练。他们说家里虽然有航空箱，但德久从没进去过，今天不知道能否让他有个突破。江训把节目组准备的老演员航空箱放在了角落里，然后让母亲不断往里面扔零食，但在美食面前，德久却依旧无动于衷。一人一狗显然形成了僵局，即便母亲带着他转圈还是不行。此时他像极了反抗父母的叛逆孩子，直到最后母亲用尽全力才把他推进去，这时候就需要用零食给他奖励了。接着儿子把零食扔进航空箱后关上了门，
这次德九倒是显得轻车熟路，马上进去了。以后只要母亲不断给他增加在里面待着的时间，相信让他彻底适应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一家人对他的训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相信这只白色暴君一定可以改邪归正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